各位朋友，這兩天賴清德當局在台灣狂歡，他們都說川普在飛機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要跟賴清德談一談。這個事兒呢，我當時第一時間我就說了，我說按照英文的語境，這個川普應該說的是和負責台灣事務的美國官員談一談。不過呢，台灣的媒體呢，全都立刻就高潮了，他們已經在安排賴清德和川普的通話了。而今天呢，美國傳來的消息呢，是說這個川普也對記者說了我要跟賴清德談一談。那麼這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今報5月19號呢，我們首先來看到賴川熱線掀三風暴。這整個賴川熱線呢，這是重中之重，因為現在外交部正在安排當中。那麼我們認為應該是在520之後，520之後也不會拖太久，因為美方也必須趕快做出決定。那您可以看到在這裡呢，先看到的就是賴川熱線的部分。賴清德總統跟美國總統川普即將進行電話熱線，外交部今天證實，而且說正在安排當中。然後在這個時候會談哪些呢？我們認為包括了台灣的未來，牽涉到軍售，牽涉到跟中國的關係，還有就是台獨議題的釐清都會是重點。然後Are you Taiwan?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before you make your decision on the arms deal? What?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 was amazing, actually. It was amazing. Many of you were there. We'll work on that, the Taiwan problem. 那有人说你说錯了吧？那川普这不說了嗎？要跟那個賴清德通話嗎？川普沒有明確說要跟賴清德通話，川普說的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台灣問題。我跟習近平談得很好，也解決這個台灣問題。川普的意思，我要把台灣問題給解決了。那如果是川普能把台灣問題解決了，那絕對是諾貝爾獎啊，那沒跑了呀，對吧？那怎麼個解決法呀？也就要求台灣和平統一，有一個框架，美國來這個跟中國商量一個框架而已。他說的是這個意思。那說他跟誰要通話呢？跟誰通話也絕不可能跟賴清德通話。為什麼呢？因為是這樣，所有的這些世界上的媒體都忽略了一個事兒。什麼事兒呢？就是說這個中美建交以來，沒有一個現任的美國總統和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通過話，因為它不對等。如果是川普跟賴清德直接通話的話，那就是嚴重的踐踏這個習川會的和諧的這種成果。那在中國要來的這些飯，那全都沒了中國就把這飯碗就給直接扣地下就砸了，飛機也沒了，什麼這個農產品也不買了，對吧？那回頭就幹吧。所以說川普某種意義上來講，他不是傻子，他絕不可能跟那個賴清德通話，你知道嗎？他是跟負責台灣事務的，比如說盧比奧他來說，最多也就是盧比奧之流和這個台灣這個駐美國的貿易代表傳達這個意思。所以說台獨當局不要再自嗨了不可能的事情。各位，我們再来看看台灣的馆長馆長是一個頭腦非常敏銳的人，他提醒大陸說，大陸你別做夢了你指望這3個黨主席來和平統一沒有可能。這3個主席包括鄭麗文、黃國昌之類的，全都是台獨。今天中國大陸要打台灣，3個黨主席都沒有。
因為3個黨主席都不贊成統一。以政治人物的理念來說，他們是不會贊成統一的。無論今天是鄭麗文、黃國昌、柯文哲還是賴清德，為什麼？因為政治人物要的是政治利益。我今天不為哪一個黨講話，我今天講的是所有政治人物的心裡話。他們只會講和平、交流、對話，他們不會講統一。你懂我意思嗎？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在台灣的制度沒有改變之下，台灣的政治的框架還在之下，賴清德、黃國昌、鄭麗文，你選誰都不會造成什麼中國啦台灣變中國大陸。以政治的觀點來說啦，館長這樣講，這樣是很實在的話。我不是舔你們，我不是為了要賺中國大陸朋友的錢，或者說去幫鄭麗文或黃國昌講好話。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敢講這種事情的人。但是對於我來說，我個人來說，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我當然希望未來也許我有錢之後，我會去當政治人物。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讓大家看到中國的強大，還有同為中國的你們要承認是中國人。那未來有沒有機會統一？我當然是希望朝向這個部分。為什麼？我要講3天3夜？我這1年來，不到1年了，快到1年了。我這11個月來所見識到的，所看到的，我6月才滿1年哦，超乎了我在台灣46年的想象。因為我在台灣做政治做了13年，台灣的政治的確有很大的弊病。我們看民進黨就好，它就是一個最大的弊病。台灣已經落後10年，為什麼落後10年？就是因為台灣的制度的關係，因為台灣的這個所謂的假民主，這個叫假民主啦，假民主之實，行獨裁的之實。假民主之實就是我又掛着民主的名字，但是我在做的東西一點都不民主。你讓我拿到這個權力之後，我就變成獨裁。接下來這4年就是我的，電視台是我的，網絡是我的，司法是我的，金管會是我的。我要讓誰賺錢，誰就賺錢。我要怎麼花錢，我就怎麼花錢。我要怎麼控制輿論，我就如何控制輿論。我要讓誰不好過，誰就會不好過。這就是掛着民主之名，做着獨裁之實。我不做事就是不做事。我等一下後半段我會講這段為什麼。這叫假民主，真獨裁。台灣的制度就是贏者全拿，立法院形同虛設。我通過的法律，我可以復議，再復議，然後違憲。我不要你的 NCC 主委，但是我可以指派 NCC 主委，叫做代理主委。我可以不要這個大法官，但是我可以5個大法官來開違憲會議。我可以不要這個檢察總長，但是我可以用代理檢察總長。代理的比你指定的還聽話，我可以指定一個來代理，那更聽話了。那這是什麼樣的制度？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制度，很糟糕的制度啊！那實力說話嘛，實力說話就是我們不要學青鳥自衛。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昨天賈永婕賈董事長，他是真的董事長啦，只是他姓賈啦，好不好？但是他是一個指派的董事長，1年年薪有500萬。你不認同台灣，你就滾出去；你不認同台灣，你就不要待在這。什麼意思啊？啥意思啊？什麼意思啊？其實根據我聽起來，就是你如果要罵民進黨的，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你如果覺得你自己的祖先是中國人，你只要敢講你是中國人，你就不要待在台灣，你就要滾去中國，是這樣子嗎？是不是這樣？那台哥講的嘛，我不懂。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拆台灣的台？或是一個歷史老師講的，只要台灣做了一些好事，大家就要罵。什麼好事？你們這3個人通通有一個，第一個你們是既得利益者，你們不是幫老百姓講話的人。什麼叫做愛台灣？拿着台灣辛辛苦苦的這些稅金，然後不做事，整天呢吃香的喝辣的，整天呢賺錢賺大錢，拿標案。你們沒有拿錢嗎？你們沒有因此而受惠嗎？什麼叫愛台灣？為台灣人民勇敢站出來，為台灣2300萬人的未來站出來，講最實在的話。台灣人需要什麼？台灣人不需要什麼。台灣人需要核能，台灣人不需要這些綠能光電。台灣人需要便宜的蛋，就在隔壁，就在中國大陸。台灣不需要巴西蛋。台灣不需要高端疫苗，台灣不需要這麼多軍火，台灣不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我們要幫軍警校務加薪，我們要居住要正義，司法要公正，我們要基礎建設，我們要解決少子化，我們要幹掉詐騙集團，我們要幹掉黑社會。我們民進黨就是個垃圾，什麼都不做，這叫做為台灣人講話，不無懼這些權力，這些對你的這些的打壓，這才叫愛台灣。大陸聽到了嗎？智慧館長啊，他的在大陸的那個名字不就叫智慧馆長嗎？的確，說實在的，館長很可惜沒有從政啊，他的這個政治智慧遠勝現在的這幾塊料，你們同意嗎，朋友們？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